大家好，欢迎回到大雁 Talk 频道。今天我们来讲一个重头戏，那就是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很多人说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魅力的城市。那么，经过我的3天3夜的这个旅行体验，马来西亚吉隆坡到底怎么样？那我们来一个一个来讲。第一个要说的当然是最出名的双子塔。其实我们在去马来西亚之前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些宣传的这种旅游宣传的这些广告啊、图片啊什么之类的。那么排在第一位的肯定都是双子塔，这也算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标志之一。当然它还有其他的比较好的标志，但是双子塔肯定是位列其中，不可能给它排斥掉的。所以，我去之前也是蛮期待这次旅行的。我想去看一下这个双子塔的这个辉煌的现状吧。然后我想说的是，就是双子塔呢，它底下是就是那个商场 KLCC 吧。我觉得那个商场确实蛮大的哦，就是很适合东南亚的这种环境吧。因为我在马来西亚能感觉到它那个很下雨还是蛮频繁的。我不知道这是季节问题还是什么，就是下雨的时候就是还蛮大的。所以经常如果在外面的话，可能要随时准备好雨具啊或者什么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像那个很大的这个 mall 就是商场哈，我觉得其实非常适合马来西亚这样的环境。所以我觉得KLCC 我觉得里面基本上什么东西都有。如果你是华人去的话，应该是很熟悉，因为里面的环境啊各个方面就是中文还是蛮多的。就是所以甚至有一些你在很多华人地区都有的店，它那边也有。所以你会感觉特别熟悉，好像出国又好像没有出国哦。就是那我感觉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地方哦。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人家就说，去马来西亚有时候会让你感觉不像出国。但是有些地方其实我还觉得蛮有差别的啦。但是就是 KLCC 啊，包括其他的一些商场呢，我感觉还是真的很熟悉。就是熟悉的品牌、熟悉的环境，甚至熟悉的一些文字。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你到那个地方。当然我们不是说，你出了一个远门还要去看相似的东西，而是说，它会给你很强的这种归属感和安全感。就是因为你在异国他乡嘛哈。我觉得那种地方其实蛮有安全感的。就说我如果其他玩不来，我起码这里我是可以去的嘛，对不对？所以安全感满满吧。那我当时也在那边逛了蛮久了。就是底下上面有很多那种吃的你可以尝一下这些南洋风的这些饮食啊。然后包括印度菜啊，对吧？就是它基本上一应俱全，你在里面几天都可以。如果你在那边，你说实在找不到什么东西吃，你就到 KLCC 去吃，或者是其他的商场，它还有一些比较不错的商场，我觉得这都是非常好的。对。然后我们再说回来主题，就是双子塔。双子塔呢，就是我就要提醒很多去旅行的人，就是你要去双子塔要看那个要上那个楼上去看那个景色的话，它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如果你在旅行之前没有预约的话，其实是很难约到的。因为其实那边双子塔你要知道，就很多人都要去。所以它上面因为是用电梯的，所以它的承载量啊，包括这个都是很有限的。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提前预约。如果没有预约的话，其实还蛮难，就是去如愿的去看的。所以这一点提醒大家要注意。然后双子塔呢，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经过了很多年过去，它的这个就是外立面的这个表面，虽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这种岁月的这种侵蚀，其实能看得到一点点。但是整体还是蛮崭新的，蛮精神的那种状态。就是你到那里，你能很清楚的感觉到，就是你到了马来西亚。也算是一种打卡吧。那个到处都是不同国家的
游客，对，然后我在那里也认识了一些欧洲人啊，就是跟他们蛮聊，用我们很初级的英语跟他闲聊，也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大家都到了异国他乡，然后对，其实呃还很容易熟悉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大概花个半天到一天的时间吧，就是玩一下就差不多了。因为这个你是必须去的。那么我现在就要讲到第二个景点，也就是说，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这个双子塔有时候很难预约，那如果你想看一下马来西亚的这个夜景啊，或者是全景啊，那怎么办？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吉隆坡塔。吉隆坡塔的话，它好像就是可能知名度没有双子塔那么出名。它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观光塔了，就不是像吉隆双子塔的那个，它其实是有实际的功能的，就是对，所以去的人会没有那么多吧，所以你还是可以去买到票，而且票价也很便宜。就是就是很入门级的，你就可以去享受这种东西，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可以晚上去。对，比如说你白天去了双子塔，晚上你就可以去吉隆坡塔看看它的夜景。它上面有一个那个旋转餐厅，你也可以在那边点点东西吃，然后慢慢坐在那里，然后看看风景，享受一下那种对那种，其实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因为你就花蛮少的钱，蛮少的时间，你就会感受整个城市的那种氛围。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当然你不要着急，你就在那里慢慢享受。当然好像你不点也可以，你转一转、走一走也没有人会去催你啦。但是我觉得好像上面的餐也不算很贵吧。你可以感受一下。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讲第三个地方，就是特别是适合下午去，就是他们的这个独立广场啊，就是独立广场，它是一个中间是一个大草坪吧，然后就是可能是做一些仪式或者活动的地方，然后周边围绕的是一圈的那些就是欧式的，然后带有点那个就是对，就是马来西亚的它的那种独特的风格的一些建筑。其实如果你喜欢看建筑的话，我觉得那个地方是蛮好的一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格、不同的颜色的这种搭配吧。当然，你看这个广场边上有很多咖啡馆、餐厅，你可以坐在那里慢慢的看这种夕阳的这些美景吧。然后当然最重要的，你还可以去看周边一些建筑。特别是我要讲的下一个就是他们的国家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呢，我觉得，我觉得你去马来西亚，特别是吉隆坡，因为它首都，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看。我觉得甚至比双子塔更加重要，因为双子塔毕竟只是打卡，就是你知道一个，大概就好了。但是我觉得你，非常推荐去这个国家博物馆。因为你可以很深刻的对马来西亚的历史文化，还有一些东西，这种自然遗产之类的这些东西有深刻的这些理解。它的来龙去脉，它的国家的建立，还有民族文化的这种样式，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我觉得我很多在马来西亚的一些认知也是从那里开始的。这个地方可以足够你花一天的时间去看，就是对你如果对这些有兴趣的话，我觉得可以花蛮多时间去看的。它会从这边土地刚建立的时候，然后再来讲到这个移民的这个历史这个过程，还有一直到二战，然后到建国这样的一个脉络。它好像是4个馆，然后你跟着走一圈。如果你是自己去的话，他们其实有很多那种旅行团呐。你可以找一个你能听得懂的语言的那些旅行团，你跟着他们走就可以了。啊、基本上，你就对马来西亚会有比较深入的一个理解。啊、对我学到蛮多东西了。然后顺带说一下，我觉得看完那个博物馆，我感觉心情很沉重吗？也不是沉重，就是
很复杂，真的是蛮复杂的。就是这片土地对华人的历史真的是一言难尽啊。然后，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要讲一个更轻松一点的，就是晚上你可以去夜市。那么这里边就要推荐磁场街太多人都在推荐磁场街就是你要感受一下当地的那种气氛就是去磁场街是非常重要的。在那里可以就是散散步，也可以买点工艺品之类的服饰什么的，什么都有，反正很多东西太多了。然后最重要了，还就是去吃他们的街头美食啦，比如说海南鸡饭烧腊呀，炒粿条什么你就是蛮多的，还有一些，对，就是你见过了没见过的东西都有当然也有榴莲马来西亚的榴莲你应该知道这相当不错的东西但是就是他那边现金比较多啦，但也有一些是可以用那个信用卡或者是但是我觉得你最好还是要带点现金会比较好。但是就是人太多了，还是要注意财务的安全，这一点是肯定要注意的。他们那边磁场街的这个营业，它都是蛮晚的所以它等于夜生活蛮热闹的地方，你可以玩得久一点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自己是没去过，但是当地就是蛮著名的一个景点，我蛮说一下，就是巴图洞穴。它实际上是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寺庙吧，宗教的一个地方。然后里面有了很巨大的那种金色的雕像，还有那种很长的那个台阶，好像据说272级吗？还是对，就蛮多的然后有很多小洞穴，还有一个大洞穴，大洞小就结合小洞穴嘛就大概是那种感觉。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宗教的那种雕塑跟壁画所以它每年有那些屠妖节什么的，就会有很盛大的典礼那种色彩斑斓的那些仪式吧，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它就是，但是你要时间要安排好一点最好不要搞太晚因为对那交通就是当然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就尽量不要了。然后好像也听说那边有些猴子还是什么东西的，我是没去过，但是有人说那边有些猴子你要注意一下。对对对，就是这个可能是很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的点吧。那么吉隆坡给我感觉还是蛮舒服的。就是我总的说一下对吉隆坡的这个印象，就是我觉得吉隆坡它现在还是就是蛮新的，然后充满活力的。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些城市里面，感觉它还是比较有活力的。毕竟年轻人口还是比较多，你不会很强烈的感觉到那个老龄化的问题比较严重好像并不严重，好像挺好的。然后整个城市的发展，你可以看得到，它依然还在更新，新的大厦也在建，所以经济还是有活力的。然后当然它的整个经济的那些，你看上去高楼大厦主要集中在这个双子塔附近那可能2-3公里这样范围区里，然后稍微远一点的话，你就看它就没那么繁华。但是我觉得这个城市是充满活力的，这非常重要。就是一个城市不是说怎么样，我觉得它现在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说关键是它还在发展还在往前进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吉隆坡给我的印象其实超过我预期因为我原来觉得吉隆坡可能就蛮一般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蛮一般的城市那我会觉得说可能其他的城市会好一点对，那我不说哪个城市。然后但是我去了吉隆坡之后，我发现不会，我觉得吉隆坡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能感觉还是蛮舒服的也推荐大家去玩。然后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就最后有一点就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吧，我觉得就是你要去坐他们那个环城的那种双层巴士你坐上去，你就可以很快的去看一下整个吉隆坡的样子。哇，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那个双层巴士又不贵，然后你随时可以下，然后然后也可以再下去玩一下，然后再上去，然后你就很快的把这些景点都可以串一遍。而且你能看到具体的那些不是景点的地方，它大概是城市怎么发展的，当然样貌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就是值回票价。好，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
那如果你们对这些都有兴趣，可以关注我的频道。谢谢，再见。